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有我一切都安啦。这是一个医疗和社会工作为主的频道，提供白话医疗、照顾技巧、社会福利与服务输送等资讯，给社会大众、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或正往社工生涯前进的每一位，一些滋养或工作技巧等知识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喜欢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最近火红的韩剧《少年法庭》，韩剧中的少年法庭中，以法官调查、审判及追踪少年的状况，其中有不少剧情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会分两个部分，前面是社会工作的角度，谈谈这个故事的一些想法。后面会针对社工相关的伙伴，提供社会工作理论。看此影片中的内容，如果你对青少年工作有兴趣，请先看剧情，你看到了什么，与社会工作有什么相关性，在此与大家分享。可以留言给我，或想要知道什么，也可以留言给我。相关资讯会放在底下的说明栏，请可以点开来看。想当年刚走入社会福利这一行的时候，在少年安置机构当生辅员，有一回在进修课程，邀请了一位儿童心智科的医师，谈少年精神疾患。其中讲到医师曾经在精神科的专科医院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孩子大约国小中年级，那时候的诊断是这个孩子有边缘性的人格，他对一些弄死一些小动物没有负向的情绪，没有担心或觉得可怕、害怕或者是恶心等状况，反而是愉悦、高兴的心情。这个故事一直放在我心中。然而，韩国的2017年仁川国小女童的分尸案，媒体的报道中，根据调查，金姓少女在国小的时候便患有忧郁症的记录，还有镜像神经元及多种情绪疾病等等。周遭的朋友也证实金女非常热衷尸体的解剖，曾经在午餐时间阅读有关解剖尸体的书籍，甚至以前曾经有解剖过猫、黄金鼠的记录。在影片中有一个剧情是法官的参会，大家如何看待被怀疑偷东西的情况下要如何处理，或是另外一方面，如果少年偷东西要怎样处理呢？机构服刑完毕的孩子会跟承办的法官和职员共同用午餐。在事件未厘清之前，是否要报警？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报警是对青少年不利的状况，不要让孩子留记录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这些都是对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大家都是说一说就算了，结果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孩子的胆子越来越大，犯的错越来越大，从犯错到犯罪，是谁造成的呢？不就是这些宽容的大人吗？曾经访谈过一个法院交办的案子，
法院希望社工能够了解，协助判断一下监护权要归给谁比较适当。这个个案是一个身心障碍的朋友，因为年幼的时候偷拿同学的东西，大一点的时候在学校偷东西和钱，对同学毛手毛脚，这不是用热蜡除毛可以处理的事情。在学校常摸女生的屁股，大家也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失能的人嘛，可怜他，久了他也装可怜，也觉得大家应该要原谅他。有一回，有一个人坚持要提告，他很生气地说：“为什么要告我？把不告他当作正常的，这就是有好心，没有在一个一定的控制情况下，人心的恶就不断的被好心浇灌滋长，直到有一天长出大恶。”套剧中的一个台词，方法百百种，偏偏用了不法的行为。不过也要小心一件事，如果你是家长，你的小朋友，通常有些老人家或者父母会用一些说话的方式让小朋友害怕，达到约束对方的行为。例如，还不赶快吃饭，待会就叫警察把你抓走。其实警察也很倒霉，为什么要抓一个不吃饭的小朋友呢？这样只会吓小朋友，留下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小朋友从小害怕警察，长大有需要警察协助，也不太敢找警察帮忙。第二，小朋友若知道长辈骗他，以后长辈讲的话也不用太相信，也不需要把长辈的话当作一回事，因为孩子已经从经验告诉自己，长辈说话都是骗人的，不用理他。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背景、生活状况与家庭经验跟家庭教育以及过往的经验，养成现今的我，所以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人。许多的时候，人要教育，要反省，要改变，不然就要依赖外在的力量才会改变。例如法律的制裁、处分、隔离。正如社会工作心理社会学派中的名言，人在情境中，或是人在环境中，是指社会工作者不要只单看个案的问题，要深入了解个案所在的环境，个案与环境互动的关系，彼此交互影响下造成的结果。接下来是针对社会工作伙伴有关的讨论。如果你不怕太干，那我们就一起走下去吧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剧情当中的3个少年。第一个是儿童，受害人8岁。后面2个是白有成13岁，韩瑞恩16岁。艾瑞克森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来看，这个3个孩子的关系和法官如何破解2人共犯的结构。首先说明一下这个社会心理发展阶段是怎样来的。艾瑞克森是一位心理分析学者，他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阶段改进。艾瑞克森认为人的一生当中有8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有特殊情境的考量。他认为每一个人出生
到死亡的发展经过的历程当中，如果在每个阶段都有成功解决或转化那个时期的挑战，会产生很好的因应调试生命的意义。艾瑞克森理论的优点，把人类成长阶段涵盖了整个人生的历程。缺点，它未对女性人格发展历程多加探索。艾瑞克森曾被批评重男性主义、轻女性，忽略女性角色所赋予的社会意义。回到剧情中，受害人8岁，处于学龄时期。这个时期主要的学习场域是在学校。学校这个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孩子已经懂得如何使用工具。在这个发展障碍是失败感，遇到问题如何解决困难，如果能解决困难，就有获得一个学习的能力，有成就感，他们会变得更有才能，更有动力及追求成功感，产生勤奋进取。如果不成功，他们就会感觉到自己的低劣，产生自卑感。孩子们会找办法补偿这些低劣感，寻求同侪团体的支持。这个阶段的危机是角色的混乱。受害人在这个时期从家庭走向学校的活动、学校的生活，同时学习解决问题，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受害人向瑞恩借手机要打电话给妈妈，而被带到陈友的家中被杀害，发展学习就GG了。两人的共犯组成白陈友13岁，韩瑞恩16岁，都在青少年期13到19岁这个阶段。青少年在这个时期会确认自己是谁，我能成为什么。社会心理危机主要是寻找自我，建立一个新的同一感，或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是什么。这个阶段主要的场域是同辈的群体，在同辈群体中有好的共同经验，产生强烈的团体归属，为将来准备计划。如果与同辈的群体中产生了障碍，角色的混乱，生活无目的的状况，而群体中要维持强烈的连结的因素与成员间的忠诚有关。陈友13岁，因患有身心的疾患，没有同侪的群体，也没有同侪的归属感，自我角色也是混乱的，生活没有目的。瑞恩16岁也是一样，两个人都有共同的特色，父母不在旁边，疏于管教与家庭生活。当两个失败的二人组在一起的时候，产生强烈的团体的归属感，为将来预备计划，就是杀人跟脱罪。在剧中，两个人的同辈群体因杀人案件产生共谋构生的一个状态。瑞恩以自己的小聪明，利用陈友的年纪的优势，透过法律上的漏洞，希望脱罪，彼此紧紧的紧系彼此的忠诚，能够平安无事。而法官就是利用两个人的摩擦，创造了机会让两个人互揭疮疤。法官利用的就是破坏两个人的忠诚，瓦解这个团体的归属感。当然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观点，在社会工作中有不同的理论跟论点，有不同的解读
工作的方法。当我们每个理论都有它的限制，是社工员自己要面对的一个问题。下一集我们将讨论影集的第3到第4集当中徐有利的家暴案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下一次见。